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刀子，日野普它又要来台湾了，这次蛮特别的一个刀子。这个大马士革纹我觉得非常的漂亮，我喜欢这种的搭配。它的这个研磨研的非常渐薄，真的让它切起来切感很好，这太好了吧？这个是胡萝卜切割感很赞我靠，好爽啊！这切起来有点夸张夸张的好切。这次研磨我很满意，靠，这样我又要花钱买刀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刀子。最近呢，日野普它又要来台湾了。他们这次用味芳屋这个品牌呢，带了几把刀过来，然后他们之后会在庖丁指人办活动。其实我们之前介绍过日野普这个品牌啊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自己去上面去看看。他这次来呢，这些刀都是用味芳屋这个品牌来做，不是用日野普来做。去年日野普来过台湾呢，带很多刀子来，在庖丁指人开一个展售会。如果你上次没有抢到日野普的刀子，这次你又有机会了。这次呢，在4月19号星期六，在庖丁指人有办一个日野普的展售会活动，应该这次也会帮大家刻字吧。那相关规则大家自己去他的那个 FB 跟 IG 看看。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会分享啦。对，大家欢迎加入我们的 Instagram， 有什么人在看？那这些刀子呢，目前多少钱我不知道。不过在活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应该会先有一个网络上的预售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买的话呢，注意一下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 IGFB， 对，我们会先放上去给大家先预购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东西不多啊，要抢要快，就这样子。这次的那个彩虹钢，对，变色钢的系列，对，它很漂亮，就是它有金色跟橘色2种颜色在上面，就像是烟雾一样的一个形状的大马士革纹在上面。这次蛮特别的一个刀子，然后这次一样是用味芳屋这个品牌，而且它是用手刻的。我现在只有拿到这几把，我也不知道价格多少。这一把是2240的牛刀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蛮妙的，这个是210的金影，可能在小分切的时候还蛮好用的，蛮灵巧的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是三德。我不知道之后他会来几把，所以到时候大家自己要抢的人自己要动作快。一样，他这次就完全都是手打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黑打系列，它黑打大马士革纹它就没有用彩虹钢，不过我觉得是黑色的这个锻打的部分，这个大马士革纹我觉得非常的漂亮，这是我个人会喜欢的一个刀子啊。纹路看起来就是比较低调，可是看起来又很有质感，我觉得蛮优雅的一个刀子。然后日野普它一样，就是它现在的刀子都还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薄。它锻打部分它做的非常非常的薄，对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它就想要增加它的切割感，非常非常的薄，这样子延伸上来的刀锋呢，其实非常非常的棒，对，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磨啊。这些纹路我觉得都蛮好看，这2个纹路我觉得蛮好看，就刚好一黑一白这样子去搭配。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它这次的刀子呢，做的比上次它来台湾的还要薄。我们之前有讲过锻打刀，就是它靠近刀柄会比较厚，然后这边刀尖的话会薄，所以它会这样一路上去，这样是看得出来的。那这次我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它2把刀子的厚薄度差很多，这是它这一次来的刀子跟上次来的刀子厚薄度是有差距的，差很多。它这次锻打的更薄。它其实差非常的多，所以它整体的切割感应该会比之前还要更好一些。它技巧可能更精进，你就要把它打得更薄一点。因为之前这一把我用起来就觉得说，它有点厚，所以我就自己要再打薄过。那这次我觉得，看起来很薄，非常的薄，是肉眼可见的薄，这样很明显。然后每一把刀，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呢，它这次都配了有趣的柄。这个它配了一个算是D型柄嘛，丸柄，就是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柄。我觉得它握起来非常的舒适，因为它就是用个牛角柄的颜色去跳它的颜色。以一把蔬果刀来说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，它竟然会配这个柄，是我蛮意外的。然后这次也只有这个是配这个柄。然后接下来它配了2个，这个是木流柄，它虽然一样是8角柄啊，可是它是用木流的，木流就是会贵很多，就告诉你这把刀的价格会往上跑。这2把颜色我觉得都光是柄的这个部分我就会蛮喜欢的，非常非常的特别。然后再来这个彩色钢的呢，它虽然柄看起来就稍微普通，不过它也配了一个有趣的柄，这个是它的那个，这个是树脂加上木柄在一起的稳定木的柄，对，让它去跳这个颜色，这个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这种的搭配，对，这把超帅的，240的牛刀不错。这次呢，这些彩色钢的这个部分呢，它是用轻质钢。它是用轻2钢来做的，然后这边是白2钢，
氢二缸跟白二缸其实它们硬度是差不多的东西。氢二缸在白二缸的基础上面，它有加了铬跟钨，让它切割的时候可以变得比较耐久一点点。白纸缸呢，它虽然非常的好研磨，对，然后也可以研磨出很棒的力度，切位也非常的好。但是它很容易崩坏，跟它很容易耗水，所以它的耐久性是比较差一点的。它拿来切稍微硬的东西，或者你操作不当，比较用力撞击砧板的话，它的就是耐久性会比较差。可是氢二缸不一样，它因为它加了钨跟铬，所以它增加它的强韧性、韧性跟耐磨性都会变强，所以它不会那么容易就耗损掉，不会那么容易就你切一切，可能切蔬菜什么的，切一切就不行了。耐久性会大大增加，当然它也会稍微贵一点点，研磨上面也会比白纸缸还要再难研磨一些啊。它磨出来切割感一样可以达到白纸缸的切割感，就要花一点点时间，多花一点时间磨，或者用比较效率比较高的磨刀石来磨，就是看个人的需求啊。如果说你都切软的东西，其实的确白纸缸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今天会切到比较硬的东西的话，或是你切比较大量的东西的话呢？氢二缸会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选择。那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氢二缸跟白二缸一样，它们的含碳量是一样高的，所以它们的微锯齿都是一样非常漂亮。如果会磨的话，它的微锯齿都会非常的细致，所以它切割感会非常好。但是一样的，氢二缸还是会生锈，但它有加了铬了，可是它还是会生锈，但没有白二那么容易就生锈了。那它切东西还是会锈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件事情。在切洋葱啊，或是你在使用完毕之后，记得要擦干，要晾干这样子。台湾这么湿热，真的会锈，这是它保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事情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试切看看。嘿嘿嘿，这把是可以试切的。对，我来试试看，这把是240牛刀。那么切最难切的胡萝卜。哦，好丝滑哦，怎么那么丝滑？它的这个研磨研的非常渐薄，这个研磨真的让它切起来切感很好。哇塞，有点太利了，我觉得。这切感很好哎，来切个薄片看看。这个刀只要习惯一下，因为它的切割感有点太好。这个我觉得要习惯一下，这太好了吧？这个是胡萝卜哎，够扯！你这样子，我只这样拎着摆上来动，它就会开始切了，它就其实就可以了。其实我只用它刀子的重量是可以切这胡萝卜，真的是蛮利的一个切割感。轻轻一推，就已经可以切下来了。这切割感很赞哎！太利了啦！这切起来有点夸张哎，夸张的好切。我觉得比他之前的研磨还要厉害。靠，这也太丝滑了吧！超好切的，超夸张的，摆着一拉就过去了。而且它虽然会粘在上面，对，可是它不太粘黏。对，我们把菜它切完之后，其实它不太粘黏，一拨就掉了，不会说很粘黏。虽然看起来好像很镜面。可是因为它这个纹路里面都是有做一些凹凸的，然后这边有做喷砂，所以它其实菜不会很粘黏，稍微动一下也是会下来，对，这样甩一下就下来了。这件事我觉得不错，它这个设计很好，因为我们看到它其实刀子上面好像有一点点这个方向的纹路在，做那个表面处理的时候有这个方向的纹路在，觉得现在不会粘黏这件事情对它来说很重要。因为有一些刀子就粘黏粘起来，我没有在臭别人，就粘黏粘起来就是很痛苦，更不好切。哇塞！你觉得萝卜直接往刀锋上面丢会不会断？那现在我们来切番茄。我直接这样子拉，靠，完全不费力啊！扯，
好爽哦！刀面的摩擦力也非常的少，这个整个刀面摩擦力完全不会卡食材。这次研磨我很满意。靠，这样我又要花钱买刀吗？薄可透光，而且很轻松，切得非常轻松。清二缸的切割感真的很棒。看我能不能只用一刀就把它切完。赞。通常这么薄的话，它会粘在这个刀面上面，然后就会被拉扯到，然后就会破掉这样子。可是这个没有问题。那我们来切切看，直接对切咯。看这个果冻的部分都还是很立体的。我觉得它现在刀子比以前轻巧非常多，因为可能做的比较薄了，所以它的整个操控性都变好了。这个切割感不错。大家知道番茄皮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啊，哦，完全不会卡卡的。看，这真的不错哎，意外的好，比我想象中的好。这次来的刀子都要自己开封，你可能比较高价的刀，他就觉得你要自己开成你自己的样子。所以这次我是自己开的，还是我磨得比较好？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这是钢材的特性啊，这钢材真的不错，那么不会像白纸钢那么容易变色。看它这个还是会变色，切蔬菜的话，因为这个像是软氧化之类的啦，是正常的，都还是会有，它不是生锈啊，就是氧化，这还是有，明明我们才切一点东西而已，会有一些微微的氧化，就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事情。就看你会不会介意啊。如果大家对这些刀子有兴趣的话呢，4月19号可以到包丁职人他们的店面那边有办展售会，有日野普他们会来办活动啊，会有很多刀子给你们买，应该会有刀子给你们买。那详细的活动内容呢，大家可以参考他们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， 之后应该也会分享一下对活动相关内容。如果大家想要买刀的话呢，如果你当天没办法去，你可以先在网络上去预购。那预购的时候，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官网让大家去预购。对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然后也可以加我们的赖社群，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可以回答你有趣的问题。然后，如果你今天买了好刀，想要上磨刀课呢，也欢迎在下面，对，我们下面有磨刀课连结，大家可以来上磨刀课。我们一般才6个人呐，非常小班制，非常赞，非常值得的磨刀课。对，不要买的刀子不会磨，很可惜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抖内。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